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聊艺团的5位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文静儿。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自尊、自立、自爱。只来一次的人间，我们要尽兴哦。大家好，我是演员吕云峰。希望我们都可以在爱情里面潇洒人生，活出自我，敢爱敢恨。大家好，我是严品红。没有完美的爱情，只有彼此的尊重、包容和责任。大家好，我是律师李淑凡。法律无非柴米油盐，生活、爱情也一样。大家好，我是媒体人于波红。人世间真正不能替代的唯有爱情。那今天我们的2组嘉宾在爱情当中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1对情感嘉宾温先生，50岁，来自黑龙江；物业主管王女士，52岁，来自辽宁待业。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们的感情有什么问题？问题大了，他薄情寡义，他落魄的时候满眼都是我，他现在有经济来源了，然后就想把我给甩了。他强势任性，总想结婚领证，极度缺乏安全感，把问题想得特别简单。我感觉他有些强人所难了。对方怎么做才能让你满意？他要给我一个承诺或者一个说法，我只想和他踏实的生活。我很爱他，但他感觉不到。其实他挺好的，就是不会换位思考。我们都已经50多岁了，在一起开心，能够互相照顾就已经很好了，不要逼婚。哦，2位还是情侣关系，是逼婚逼到这儿了。是我们是朋友介绍的，当初我还是从我上一段感情当中没有走出来，然后遇到他以后，我觉得他长得也很帅，给我的感觉就像郑少秋一样，然后他学历也高，又有文化，所以那个时候呢，他虽说创业失败了，但是我感觉他人很踏实，因为我是离异的，他是未婚，然后呢，我是主动追求的他，我们2个在一起有2年多的时间了。我都不顾及我儿子的反对，就让他住进了我们家。在半年前，我就是想要跟他领证，但是他一直在逃避我，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其实我不是不跟他领证，我现在是不敢跟他领证。为什么呢？因为自从我创业失败之后，头半年他对我的照顾有加呀，感情也处理非常非常好。但是说最近的1年来，他这种态度就变了，他认为我这没有上进心。可能是以后不能再东山再起了啊，所以说就是开始嫌弃。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求我对他言听计从，那相当于我就是他一个小跟班，相当于就是我是他奴仆。一旦不听他的话啊，他不高兴的时候非打即骂。真打呀？也没有是那样，我就是觉得我爱开玩笑，我性格比较外向，他内向。然后我的动作我就爱撒娇一些，他就是那个比较轻易的打，不是那个家暴的打，是吧？对，夫妻之间有这种亲密动作也正常，但他比较古板，他理解不了，他有点内向性格。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身份搞错了，你说夫妻之间，你真的把他当你老公了？因为我喜欢他那个干干净净的样子，然后我就全身心的就是关注于他，把所有的爱用在他身上了。但他现在目前的状态，我感觉他不在那个状态，不在那个点儿上。他刚才不是说了吗？他觉得成了你的小跟班了，他不喜欢这种感觉，是吧，先生？是的，是的。你怎么让人变成这种感觉了？好像是因为就是我家孩子嘛，因为他在我们家里住，待1年他没有工作。那个状态，我儿子有点看不惯的，所以有一次我儿子就是买了水果回家嘛，他上前接去了，然后我儿子就这样躲了一下，说妈，我给你买的水果，给你买的东西你别老不记得吃，老让别人吃。我儿子就这一句话，然后他就各方面就觉得像打击了一样。刚才这件事情呢，我说明一下，他说的有点偏差，我觉得哈，因为我俩相处头半年的时候，他是小鸟依人，也非常典雅，说话也是和声细语的。开始的贤妻良母类型变成现在的河东狮吼，因为开始头半年他对我态度好，那么他家人他的儿子也对我态度也非常好，包括他前夫来看儿子的时候对我态度也挺好的。所以说问题出在他身上，他儿子是非常好的一个孩子，他一看他母亲那么不尊重我，把我当小跟班，把我当奴隶了，那他也开始欺负我，所以这个家就没法待了。更过分的是，前段时间他儿子把锁给换了，那天正好赶上我加班，然后
他倒好，给我打个电话说今天儿子来了，接我来，我到儿子家住2天去。我说行，当时我在单位给下属开会，正忙着呢。我说行，一会儿再说吧，等我回家给你打电话。结果回家一看，门还是那个门，房子还是那房子，锁换了。那个锁就是原来那种老锁不好用，儿子就想给我换一个新锁，方便一些。他把他们家的锁换了，没有告诉我。然后呢，我这个事他确实给我打电话了，我洗澡的时候我没听见。后来我也打电话杠了，我说那个锁的事啊，我就忘跟你讲了。孩子换完事儿呢，我说你该回来吧，我马上回去就接你回来。你可别说了，我在门外站了3个小时，我给他打了3个小时的电话，打了20多个电话，把邻居都打出来了。其实没有那么长时间，他就是太矫情了。儿子可以不告诉我，但他应该告诉我一声。我正在洗澡，然后后来我给他打电话了。他这种为什么这么矫情，是有原因的，就是他现在后来这1年不是上个班嘛。又当个单位里个小主管嘛，然后又挣点钱了，态度就变了。这个还不是主要原因，最主要原因我是觉得他外面好像就是有人了。他一直是这样猜测、杜撰。不是你发现什么蛛丝马迹了？证据。有一天我问他干啥呢，他说我加班，但是呢他在饭店跟一个女的吃饭，是被我朋友看见了，他就拍了他一个后背影的照片，跟一个女的吃饭。我一看那衣服我就知道那衣服是我买的，那就是他。然后我就马上打车过去了，我到那就咵进屋就把桌拍了，完了那女同事当时也被我的场面吓到了啊，叫了我一声嫂子就跑了。但是我就怎么感觉他那种行为就不正常？我说同事为什么不坐在对面呢？你为什么你俩这么靠着坐？你觉得关系是那种情况吗？2个人吃饭还坐在一起，就是不是对面对坐，而是2个人坐在一起。对呀，如果他俩对面坐是女同志，我能理解。我解释一下，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吃饭，而是在看手机。他是给我看一些资源。为什么约在饭店呢？是他来约我的。不，这个女士到底是谁呀？是同事？这个女士确实是我的前女友。我后来我要确实是我的前女友。哦，是前女友。呀，那你早说嘛。那我来解释一下这个事儿哈。这个事情呢，就是我大概是在2个月之前，我去参加一个互联网会议，一个偶遇，碰到我这个前女友了。偶遇之后呢，我一问她也成家了，她也是结婚生子了，所以说我这边呢也有那个女朋友了，所以我俩不可能有其他的事情。但是我的前女友和我是同行业的，以前她是我的助理，然后她是被我一手带出来的。那现在我呢是跨行业了，以前我是做电子商务的，所以说现在我这个女朋友她是做成行业的翘楚了，她手头有很多资源。那现在她天天比我领证，你知道为啥现在不跟她领证吗？因为我现在我和她的贫富差距太大了，就因为这一点她瞧不起我。然后我现在想自己赶紧多赚点钱，我哪怕买个10平米的房子，你想领证可以到我家去，然后办一个轰烈的婚礼，证领了到我家去住，我绝对不再住你家了，我也不会吃你的软饭，因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什么呢？作为一个男人的话，首先要顶天立地，不能靠女人。但你软饭已经吃了，不要去喊口号。没有，我是每月给他钱的，给伙食费的。就是后来因为我儿子送水果那次嘛，或者是那个就是反正就是用我锁头嘛，他就找了个借口就搬到许社住去了。然后搬许社住了，后来我说那你看你要出去了，你这个家也太不负责任了。作为一个男人呢，他说我有什么不负责任的？我也不白吃你白喝你。那什么，我不在家住，我正常给你交伙食费。确实，他每个月给我交了2000块钱。就是一住进来就交2000块钱1个月。不是，后来挣了工资以后是给的嘛。上了班以后才给的。他那个生意失败落魄的时候是没有交钱的。没有。另外，这位先生，你刚才说和前女友见面是为了他有很多的资源，哎，你可以得到他的资源，对吧？但你现在做的是物业管理啊。他做的是电子商务啊，因为我是985大学毕业，我的老本行就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我的老本行就是搞电子商务，而且我的前女友她是我一手带大的，是在前公司，她是我的助理以前。其实多打听一句啊，你这又是985毕业的，又当年做的不错，那咋就50岁都没结过婚？这一点呢，就是我经过2次的恋爱吧，都是一些机缘巧合。第一次呢，就是我的女朋友和我俩都已经要领证了，但是因为当时年轻啊，都大学刚毕业，也都是没有钱。但我这女友呢，她不在乎，也不挑我，然后她父亲也看中我了，这不也挺好吗？她母亲呢说，只要你俩同意就同意。我以为这事就成了，结果她家有5个孩子，她有4个姐姐，其中尤其她大姐，她非常有实力，当时在哈尔滨开公司，所以她家所有的事情都是大姐去做主，所以她父母已经在我的第一任女友这已经说不上话了，所以她大姐说了，我给你找一个。第二段呢就是比较简单了，第二段我这个女友她非常优秀，她是一家那个外企的高管。但是我俩都是工作狂类型的，啊，他是属于涉密单位，他1年能放个将近是2个月的年假，
那我这边呢比较忙，一年最多放1个月年假。当时我是在珠三角那边发展，所以这样一年我俩最多能见2次面，有的时候一年只能见1次面。这样聚少成多呢，就有第三者追求他，一顿狂追猛追，他也就答应了。后来我一看这个事情，也就算了，就放弃了。就是你这次吃饭这女友。是的啊，对，就得吃饭这个女友。听起来啊，您找的这个女性都是特优秀的。是的，包括你找的这位女朋友，啊，可能在你落魄的时候，她也是优秀的。你刚才也说她经济条件比你好很多，是吧？你觉得现在没能力娶她，没能力领证，那你得找个经济条件不如你的呀？你干嘛老奔高枝儿啊？然后最后嫌人家比你优秀，然后跟人分手？这个可能是老师您可能不了解，这个3任女友都是追我的。行，那我问你女朋友啊，哎，你说说你还对她付出过什么吧？你不是老说自己全身心的爱她吗？我感觉吧，你看她学历比我高，这点我承认。但是呢，我感觉她为人处事各方面，她就像个小男孩，她不成熟。她朋友在外面欺负她了，做那些事情，我就觉得不对呀，没有人情味啊，我去帮她。不，啥事儿？别说那么笼统。那我来说过这个事情哈，就是有一次吧，我们那个哥几个在一起聚会吃饭，正在兴头上。哎，喝得真高兴，他一脚把门踹开了，指着我其中一朋友说：“你借我这个男朋友5万块钱了，你到现在还没还呢。他天天吃我喝我的，现在我养他，你还还是不还？他老是好欺负，我不好欺负。”我那朋友说：“嫂子，你千万别激动，这个事我真的是忘了。”我那朋友也非常优秀，他开那个互联网公司，现在已经达到你这个朋友优秀，那个朋友你不要说他们干啥的，你说他那些话有啥用啊？你听我说，你不要说了，你落魄的时候。我就问你来，谁管你了？你朋友这么优秀，你前女友又这么行事儿，那我就问你来，你落魄的那一天谁搭理你了呀？这个行那个行的。落魄的第1年的时候我没认识他呢，我自己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候。我落魄的第2年我才认识他的，而且第2年我在他们家不是白吃白喝，我也买菜。因为我要脸的人，因为我是出身于书香门第。咱客观的说啊，你确实在经济上你落魄的时候占人家便宜了，咱就认呗。你住人家这儿也不用掏房租，没占便宜吗？他是背着我把我行李箱从我寝室拉走了，我没有办法，他有强行的要我你这么大个人长条腿长个手，你不想住你拿不走啊你？他背着我把我行李啥都搬走，我就回寝室一看什么都没有了。咱反过来说这女士啊。你不能因为人家在落魄的时候，你给了人一些温暖和帮助，你就能站在他一帮朋友面前颐指气使的把人家所有的朋友都得罪了，这也是你做的不对。你说一个50岁当年考上985，得是当地多么优秀的一个孩子，这么自尊心强的一个人，他又落魄过，你老拿这个软肋戳他，你老戳他那个最难受的地儿，他能跟你过吗？要我也搬走了，大姐受不了。还有更加过分的是，他总是认为他为我好，就像咱们小时候咱妈喊咱们吃饭似的哈，孩子回来吃饭，不管我饿不饿，世界上有一种饿叫你妈认为你饿了，他就感觉是我妈那种感觉，什么都为我好，他感觉他给我买衣服，哎我就得穿，他感觉他那个给我买东西，我穿就是舒适，他让我做什么我必须做什么。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他给我买衣服从来不问我，然后呢你还必须得穿。从里到外你必须得穿，而且我俩一起出席一些公共场合的时候，我要不听他的，不穿他衣服，他都不带我去。咱抛去这些啊，咱也稍微温和一点说一说，回顾一下，哪怕你们今天分手了，咱还是有一段情谊在的嘛哈。你这女朋友没有对你好的时候吗？让你觉得舒心的时候吗？我感觉她非常优秀，你看她穿着呀，长相非常漂亮，你能力非常强。我确实是她帮我重拾了那种在奋斗的那种信心，确实是这样的。那他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就是除了他总说这些事儿哈，或者让你下不来台没面子，还有什么让你觉得不太能接受的，或者说目前不适合领证的原因吗？那说出来我怕刺激到他。要最后他是在我离开他家前的1个月吧，那也是我下决心离开。为什么？他找了一个男舞伴，他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哎呀，你看我现在胖了，你看我很多衣服我穿不了了。”那我说行，那你就去报个班吧。完他说：“哎呀，班都报好了。”又是先斩后奏，是他什么事情都做完了再跟我说。报了一个什么拉丁舞班，我说报就报吧。结果我发现不对劲了，每天到饭点的时候到点就走。以前呢把家收拾特别干净，自从有了男舞伴之后，家也不管了，不闻不问。有的时候我跳到半夜10点多钟，有一次打电话不接我怕他出事，我到现场一看，整个广场就剩他俩了，伴舞的人、配乐人都走了。
他俩还在那腻歪，还在那跳呢。我们那是报的一个班，他是有点嫉妒人，那个确实那舞蹈老师长得身材各方面帅一点。哦，那个是老师是吧？对，我报的是一个班，是一个老师，老师又不是教我一个学生，而且他说那个时间点我们是上课的时间点，他就那脚丫子。那不是上课的时间点，早已下课，所有学员都走了，那老师一直单独教他。老师要选拔出来比赛嘛，第2天，然后就觉得我比较合适，就觉得我可以去比赛，所以就给我加了个班。他赶上了，他就非得要这么说话，非得要扭曲这个事情。不是，那咱换位思考，如果是你的女朋友、你的爱人的话，也总是跟异性这么去接触，而且一跳得到晚上10点多钟还不联系你，打电话还不接，你怎么去想呢？先生，我回答您这个问题啊，巧了，我也是双一流毕业，换位思考这4个字说的特别好。如果是我也不太能够接受我的另一半比较晚了跟一个异性跳舞。换位思考啊，那么我的另一半能不能接受我以一个加班的理由发现我跟一个异性在一起吃饭？这就叫50步笑100步，半斤8两，就这样吧。这事儿先放在这儿啊，谁不舒服谁知道，谁做的不妥谁心里也有数啊。我感觉他现在说这些话和1年前他对我的态度现在是转变，那肯定是转变了。他就觉得他现在嫌弃我是一个2婚一样啊，是吗？就是我穿衣服，就细节到我穿衣服他都能去管去。你说我和你前夫还有来往吗？我前夫几乎没有来往。现在他还给他前夫钱花呢，大概是在我离开他家的1个月左右吧。有一天晚上哈，突然接到一个男人电话，陌生男人给我打电话，他说你是谁谁谁吗？我说是啊。我说有什么事情吗？啊，我是那个他的前夫。我一看这人喝醉了，我感觉他喝酒了。啊，那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吗？啊，你搬出去就对了。我告诉你啊，我俩那个20多年的感情，我过段时间我俩就要复合了。我俩还有那儿子都28岁了。你看看我这经济不好，我一张嘴他20万就给我打过来了。你搬出去是你的觉悟啊，你就不要搬回来了。然后那个我给他打电话，我核实这件事，我说是你前夫。他说给你打电话这个人是不是我前夫我不知道，但是借钱的事确实有。那我说你解释一下，他说没有必要给你解释我的钱。这个吧，我承认我确实借给前夫个20万，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之间没有来往，我一直有你，但是他给你打电话我不知道，因为那是孩子看你从我家搬出去了，孩子的行为你要理解，孩子想让我俩复合，20万是因为他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是目前有点困难嘛。他通过孩子说要跟我俩借20万，你说我是2婚家庭，面临的就是这种状态，有什么办法？我只能说没办法，说儿子求到面，说妈你给我拿吧，我到时候我给你担保，这20万我肯定能我爸从那个生意里挣回，我能给拿回来。我一想想，孩子既然说话了，我就确实我给拿了20万。听明白了，你们俩说说诉求吧，今天来要干什么？其实吧，我今天来呢是想给他最后一次改变的机会。改啥？就他那种女王式的那种性格，霸道的性格啊，改不了，都50多了，什么都为我做主，而且名义上还都是为我好。改不了。那这东西如果要是他能改变的话，我就可以还跟他处；改变不了的话，行了，你爱上的当初爱上就是女王，现在你又让人低下头把王冠扔了，你这女王不是女士，你有什么诉求？我这个年龄了，我也不好意思说，其实我还是喜欢他。他一直在逼婚呢。把你嘚瑟的，气死我了！就是我喜欢，一直在逼婚。哎呀，这天下就这一个男的吗？你就非得逼他？你看他嘚瑟的。不是，我不是3个女朋友都是倒追我的，我这女朋友就跟我谈，老要逼我的婚，气死我了！来，俩小年轻。其实我觉得吧，他们有点没有把彼此当成就是当成一家人那种感觉。您看一个小年轻都看得一清二楚。就是我觉得姐姐，其实你渴望爱与被爱，但是这大哥他有点想飞。其实这个大哥，我反而觉得其实不太适合您这个姐姐。这个大哥呢，他其实是，如果你可以一直娇滴滴的让他软饭硬吃，他是没问题的。他的心里面有很多的等级，你知道吗？所以他上来很多的表述，说我以前的女朋友都是有多优秀啊。说实话，你在这个舞台上讲这些东西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那跟你们俩的事情无关。姐姐，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他吸引你的一种方式啊？其实他一直在给你抛橄榄枝，是你有点钝感力太强了。你想跟他在一起，其实很好说，你就跟他说你哪怕你骗他，你哄他，你说哎呀我之前可能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以后我改呗，立刻你俩就能和好。你俩之间只是差一张嘴或者差一个翻译器而已，你们俩之间没有任何的原则性的问题。还有一个点什么，就是我觉得这大哥其实有一个话说的没有毛病，就是你真的是不给他脸。其实我也是为了他好。什么？你为了他好？你凭什么为了他好？你为了他好你就不给他脸了？
他妈为了他好还要给他脸呢，你为什么为了他好你就不给他脸了呢？他认识你之前，他是个社会的独立的人啊，他有他的朋友圈啊，你的好他都记得，但是他的好，你是不是可以说出来啊？你什么都有，他现在就是需要你给他一个尊重，这个事情很难吗？你如果做不到，你就不配得到这段感情，你做不到你就玩不起，啊，你这个钱爱给谁花给谁花，人家可以不买你的账，他养活自己没有问题的。他是因为情感，他是因为对你有期待，他选择跟你继续走下去。但这个走下去（括号不等于结婚啊）。还有一点，人家也不敢跟你结婚，他害怕呀。你们俩现在谈恋爱而已嘛，你就去砸他的场子。你俩结婚了怎么办？他也50岁的人了，为什么要被一个姐姐这样管教？你们俩只是谈恋爱，你不是他妈妈，你有自己的儿子，你有自己的孩子。就是咱们不管女生不管多大年纪啊，52岁你长得很漂亮很美，你很优雅，你保持自信，只要你一直自信下去，你眼里不要去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他身上，立刻你俩这日子过得完美无瑕。哎，我真的觉得来爱情保卫战挺好的哈。我今天能明显感觉到，我们在这个中年的情侣身上，其实看到更多是事件的问题。那其实我们就可以一个一个事件来说，看看到底能不能解决。我个人认为，挺难的。二位都有跟异性接触的这个问题，如果这件事情放在一个青年情侣身上呢，我是不可以忍受的。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点，越界了啊。但是放在你们二位身上，我是可以接受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们要降低跟异性的沟通成本。当发现一个人不合适的时候，我允许你们迅速的接触另一个异性，不管你们是不是真的想要去接触，这个不管。还有一个就是。您很在意他跟他前夫的这个问题，你要把他想成他的前夫，这事儿无解。因为你把那个人想成孩子的爸爸，就有解了这个事儿啊。你说，那孩子爸爸过不下去了，他能看着孩子亲爸不管吗？不可能啊。但是有个名词伏地魔，您知道吧？就做个比喻哈。如果假设真是领了证，真是结了婚之后合理合法的夫妻，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他儿子又来了，说：“哎呦，爸爸快死了，在医院呢，需要100万。”但实际他爸没有死哈，这个我讲，他肯定是夸张了哈。那100万你给还是不给？那怎么这么没有底线的话，这日还怎么过？所以我担心，我害怕这一点。治病的话，那也得给呀。其实这些东西我也是有底线、有分寸的。你说是有底线，但你现在你的行为、你对我的态度，我自己底线不用你管，就这样是。这个也不重要，因为我觉得你们。领不了这个，领不了这个证现在啊。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你也别这么怪大姐，就是去跟你朋友这拍桌子。首先第一，大姐您肯定是越界了，这肯定是您的不对。第二，我觉得那个朋友也有一点点的问题啊。如果这事换做我来说，就是我的兄弟的媳妇儿过来跟我拍桌子，我一定很生气，我气炸了。但是我真不至于跟我这兄弟绝交。但是我们困难的时候跟他要几回，他不给他。对，其实他这朋友也是有问题的，所以你别全怪在这个大姐身上啊。以前你觉着钱你来出，房你来提供，你是享受女王的待遇的。那这个男人也觉得我在我女朋友家吃住，虽然我付了一小部分的费用，但我还是得了我女朋友的照顾的，所以他是自愿降低状态去迎合你的。但是，一旦他回到了他生活的正轨，人家本来就是个有工作赚钱的人，大学毕业，对吧？你们俩过去的那个伪装，就都装不下去了。大哥也不是那个逆来顺受，天天给你端洗脚水的人，他本性不是。他之前是觉得有点理亏，对吧？我住人家家了，我不得多付出一点，这叫人性。他也没有太大的毛病，虽然听起来没有那么厚道哈，但是也没有大毛病。你俩现在本来面目都出来了。你的那种控制欲，你的那种就是说难听一点，那刁蛮劲儿一上来，真是没天没地的，为所欲为，口无遮拦。你一定是这样的。你能去在人朋友面前拍桌子，虽然他的朋友做的也不厚道，但轮不着你拍桌子。所以大姐，我觉得你们各回各的正轨，你在你的轨道上本来就是个强势的女人，你多能干呀！从东北来，在北京说给前夫20万，眼睛都不眨；说买衣服1、2万，你挺能个的。你可不是个柔情似水、爱撒娇的小女人，你就是个雷厉风行、很泼、很有主见的大女人。你就去真正找那个小绵羊啊，能愿意听你话、软饭软吃，不是软饭硬吃的人。你也别找什么985了，什么学什么计算机的，曾经叱咤风云的，人家也不服你，对吧？
先生你就先忙你的创业，你这人是不服输的，你事业折腾不出来一番，你是很难做到成家的。所以你先在你的轨道上好好走，下次再遇到女人给你抛橄榄枝，说你困难时候我帮你，你就别进那个甜蜜的陷阱啊！她也不是真的帮你，她是想占有你。所以，啊，您就好好奔事业，遇到一个和您能够齐头并进、同频的女人，咱们再组建家庭。反正也50了嘛，是不是？也别着急就陷入下一个温柔乡，惹得自己一身麻烦也处理不了。首先，这个先生啊，就是您是一个高认知、高自尊。我相信这个可能也学过法律基础常识。我先说您的一点，是不是对这位女士的个人行为有一些认知上的差异啊？你比如说，您认为她把20万借给了前夫，借给了孩子的父亲，这是人家自己的钱，因为您不是所有权人啊。您认为他让您的哥们儿提前还钱，您认为他越界了，那同时您啊，这个是不是也越界了？能做主的人是谁？配偶、父母、成年子女，这法律上来讲，这是可以作为监护人的。如果您想介入他的生活，成为配偶，今天领证，明天你就可以说这个钱不能给，这是夫妻共同财产。你给了，你经过我同意，你要不经过我同意，我现在可以找前夫哥，我把这钱要回来，咱俩再分。这20万你分10万留下来，10万你再给前夫哥，这我没意见。但是20万你得先要回来，前提是成为配偶。然后在这位大姐啊，找朋友还钱这个事儿啊，真的是伤人自尊，尤其是对男士来讲，在一帮朋友面前。我丝毫不否认您的善意，您是想让他把这个5万块钱赶紧拿回来贴补一些他的生活工作，但是这个事儿做的不对，伤男士的自尊。这是最后我总结我的观点啊，双方各有越界之处，也各有没有认清楚法律对我们每个人公民权利底线的界定。用咱们大白话来讲啊，各过各的，婚姻保卫不了，咱们各走各的路。一个男人迟迟不愿意娶你，除了不爱你，别的理由、别的借口都是瞎扯。一个男性50岁没有走进婚姻，这是你的自由，我们表达我们的尊重。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男人绝对不会为了你而去放弃自己现有的自由。确实，就像你说的，他长得是你喜欢的那种模样。另外，他的学历又高，还有你曾经帮助过他，就强迫的去要这样的一份爱，这也是不妥当的。因为爱是没有条件的，男生他乐于的是什么？就是被女性追，所以他津津乐道，自己的3段感情都是女追男。他现在等待着下一个女追男，在这一段感情当中，不要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受害者。我和你同居，是因为我的行李被你抢走了，真是您把我拖进了你们家，咋好意思说？如果真的他把门锁住了，你可以报警，侵占行为嘛？对呀。另外，您长着双腿可以跑啊，去买菜的时候跑啊，不要怪他把你的行李抢走，也不要去找他这个不是那个不是。他去参加一个舞蹈培训班，和人家难道不是一起跳舞吗？您上升到和异性肢体接触，你厚不厚道？不厚道。另外，不要时时的拿自己的高学历让他迷惑。希望你自己爱惜自己，自己尊重自己。我也希望老师能尊重别人，我也希望你能换位思考。如果换成你遇到这种情况，我没有机会了。都一把年纪了，都年过半百了，别在场上让人看着就不好看了，是吧？两位请回，请回。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伟，29岁，来自安徽；待业小静，26岁，来自安徽，教师。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你们的感情目前处于什么状态？我们在一起6年了，已经订婚，但对于结婚，他现在态度始终是摇摆不定。我觉得他想逃婚，正处于一个特别拧巴的恋爱状态。男朋友到未婚夫，我觉得他更应该成熟有担当，但他没有，我根本不敢和他结婚。结婚对你意味着什么？组建家庭啊，要相互理解和包容，彼此信任，而不是任性和逃避。有一个平稳安定的生活，彼此坦诚尊重，要有真诚的态度，要为对方做出改变。你们已经要准备结婚了是吧？其实去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订婚了。哦，订婚了，所以你们是未婚妻和未婚夫了。其实在我心里面，我们已经是家人了，就那种关系。就是从订完婚之后，我们一直争吵不断。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别的想法，或者就是直接一点说，他就是想退婚了。我不是说想跟他退婚，也不是说不想跟他结婚，只是因为从订婚的之后嘛，他就辞掉了他以前的工作，选择和朋友去搞服装。然后这1年呢，他已经亏了很多钱了，然后也压了很多货，但是他还是没有任何的压力，一直和他朋友在那里吃喝玩乐。然后我就很担心嘛，我就劝他找一份工作嘛，可是他就觉得我的想法很古板。他认为我现在就是一个社会的闲散人员，但是我是有自己的生意，我也有自己的收入的，这样说不矛盾吧？那您现在的收入是，比如我之前压了一批货，是不是？我把它卖出去，我手里是不是有一点资金了？但是他加了好多货呢，成本已经铺进去了，收益它就在那里，但是还没有变成钱进到我的口袋里。你父母现在还补贴你吗？全部是我自己来的。哎，这你看女生在笑了。其实他做生意，那个启动资金是他父母给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即将30岁的男人，你应该靠自己，不应该什么都靠你的父母。所以这点上你也不满意是吧？我非常不满意。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当初我爸妈给我那笔钱的时候，我们签了协议的，回头我要连本带利还给他们的。所以在我这里，我只是得到了家里的支持，但不是无条件的支持。父母给了你多少钱？20万。偿还期是什么时候？2年。现在多长时间了？现在有5个月左右吧。行，这个反正做生意嘛，也没太赚怎么钱啊，女方也不太满意。但是，如果说他真的只是赔了，我没有意见的，对不对？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可是，在他吃喝玩乐的同时呢，我有看到他给那些女主播刷礼物，一刷就刷大几千。我跟他说了，我很讨厌这种行为。他就说他改进嘛。可是后来呢，我又看到他手机上有一个小号，那小号就跟那些美女在那里聊天，我就很失望。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就应该是真诚的。如果有一天你不爱我了，或者说你觉得我们2个人在一起没有意思了，那你就跟我说嘛，对不对？各自安好了，你干嘛在这里耽误时间？停。首先，各位老师，我先承认这个事儿啊，你听我解释，就是我的生意是服装类的、电商类的，跟直播带货是有关系的，而且主要是靠直播带货，所以不可避免的，因为本身也在亏损嘛，所以我在尽可能的想把这个事儿给它盘活下去。完了之后，我也在努力，就是跟不同的主播聊天，然后了解不同的主持风格，看看能不能走出当前的困境，让它顺利起来。大哥，985，你这职场上混这么多年，你觉得他是谈生意还是跟女孩在聊天刷礼物？我觉得他是个借口吧，他应该对那女孩有一定的好感吧，还是？兄弟，方便问一下，就是您给这个刷礼物这个女主播多少粉丝啊？几万粉丝吧。那我有1124万粉丝，我也做过直播带货。如果咱哥俩去网上认识了，是，你会给我这个老头子刷嘉年华吗？不会的。你看还是吗？不会给你，因为您是男的呀。可是我是女装呀，是不是？您会带货女装吗？是不是？可他的粉丝都是女性啊。对呀，我的粉丝哪怕10%。对啊，还有这个巨大的群体哦。另外，女生的消费观就是你穿起来好看，我才会买，是不是？如果您以这个理由，我认为您的生意必败无疑，因为您都不知道这个背后是个团队在运作。就女主播只是出面而已啊。行，这事儿放在这儿，他承不承认是他的事儿。还有什么问题呀？然后我发现了这些嘛，我也没有说要退婚，我就想着出国再换个环境，让我自己考虑一下。好事儿。但是我又在想，也许再给他一次机会试一试呢。我就想着去给他搞了一个面试。因为我不上班嘛，所以我的在家的时间比较多。他就是看我不顺眼，老挑我毛病。他
在学校里面是个老师，他管着很多学生，回家也想管着我。他不经我的同意，把我的简历投到了他朋友的公司里面，然后我就接到了一个面试电话，我很莫名其妙，我刚开始以为诈骗电话呢，但是回家他跟我说问我面试结果怎么样，我才知道是他帮我投的简历，然后我也收敛脾气，我也去了，但是意料之中，面试过程不太顺利。我不太明白他的想法是什么。在我眼里，我觉得他就是在家里的米虫。如果我跟你结婚了，那你的生意的话，如果真的有了很大的一个下降，那我的工资肯定支撑不起我们的家庭啊。我也不想他向他爸爸妈妈去伸手要那个东西嘛，对吧？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瞧不起朝9晚5的工作。他现在不仅想自己管着我，还要我爸妈一起来管着我。他怎么管你了？就是下班回去偶尔会打2把游戏，然后听听音乐、看看电影之类的。他还限制我时间，还说那些东西什么价值观不太好，不要去看了。玩游戏就是在浪费生命，这应该是一个老师对学生说的话，而不是对于他的未婚夫来说这句话的。他就是在骗我和他爸妈，因为他和我都在一起了嘛，他的爸爸妈妈在外地做生意，那他呢就在家里没人管他了呀，他就撒开花的玩。然后他爸妈就想着，哎，你在家你帮我看看他的儿子嘛。那我如果不是有一天我看到他手机的那些出去玩乐的一些账单，我可能都不知道他在背着我们，就是偷偷的出去玩，那我就非常失望。然后我其实也有跟我父母说，我父母也觉得他很不成熟，30岁了，现在碌碌无为。我还没到30岁呢，他就是想让我去工作，就是知道我每天早上起来干嘛去了，下班了应该回到家里。我觉得也不全是吧。如果你说我每个月有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交给这个小家，他可能也不会逼你非要上朝9晚5的班，你看不会非要逼你说你不能打游戏，你无所事事又不赚钱，你又浪费时间去玩，他一个人命教师当然看不惯了。还有就是我觉得他不够爱我，因为在之前5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他并不是很重视。我精心打扮了一下午，我穿了高跟鞋，穿了小裙子，就很漂亮的样子出现他的面前。可是他就是一个小夹拖，一个 polo 衫，然后他带我去的是那种露天的大排档，臭熏熏的，而且那个天气很热，然后我就很难接受。我觉得我的这个状态和他带我去的那个大排档一点都格格不入，情商太低了，根本就不够爱我。这个事情我得好好说一下啊。那天其实我们提前沟通好了，我问他我们晚上吃啥，他说想吃海鲜了，然后我就挑地方了。我问他你想去哪儿吃，他不说话，说你看着办吧。其实之前也过好多纪念日，都没啥事儿，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次反应这么大。那我朋友周年纪念日都是这样的呀，高级餐厅，然后拍照打卡。而且啊，我自从接触生意之后啊，我想用钱买到实在的东西，不想为那些华而不实的环境什么买单。啊，好，那你接触了生意之后赚到钱了吗？有亏有赚，也有赚的时候，我也没少花钱。行吧，来，双方父母现在对你们的这个关系怎么认知的？他们还赞成你们在一起吗？我父母不太赞成了，但是我们俩在一起很久了，我有一点不舍得，我有着想着让他去改变。可是他根本就不听，我觉得我也是个在家里面的小公主，可是我跟他在一起之后特别累。那你就没有在你未来的这个丈母娘面前好好表现表现？他没有，他根本就不尊重我父母，就是我们经常会在一起吃饭嘛。可是呢，他是怎么做呢？自己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也没有问，哎，那个阿姨您吃什么呀？他就没说，他就自己点了，点好了就，哎，服务员给你，然后呢，人家就上餐了。我父母在想，可能他还小，无所谓，对不对？可是餐都上来了，他呢自己在那里哐哐哐跟那个吃，我的天哪，你不觉得这样非常的没有礼貌吗？我先回答一下老师的问题啊，就是我爸妈对于我们两个的关系啊，就是全是鸡毛蒜皮的屁事儿，就不涉及到原则问题。两个人你吵也好闹也好，他们听都不想听这些东西了。你们两个已经订婚了，下一步考虑结婚的事了。房子是我爸妈好多年前就买好了，也重新装修了，然后车子是他们给的首付。但是一切的一切，您笃定的是父母都会帮你的吧？我有这个底气，但是我不会去用那份底气嘛。你父母肯定同意你们在一起啊，人家人民教师是吧？对对对。他父母不太同意啊，觉得你不稳定，然后呢又不太通人情世故，对吧？这个姑娘是不是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啊？
我有一个弟弟，我弟弟他还在中考，我弟小孩嘛，他想玩，但他呢也想玩。好了，他俩对在一起了，因为在前段时间我弟弟不是即将中考嘛，然后我妈我爸他们忙生意也比较忙，就让他帮忙带一下，就是结果学习之后，他带我弟弟去吃烧烤、打游戏、玩篮球，一玩到大半夜。他以前就是这样，他晚上他都不回家，他妈给他打电话他都不带接的。然后呢，回来之后，我的弟弟那身上臭乎乎、脏熏熏的。那我们家就很爱干净嘛，然后就会觉得我让你把我家孩子稍微的带个1、2天，你把我孩子带成这个样子，而且快中考了，即将要考试了，你不觉得成绩很重要吗？他嘞无所谓。然后我父母就觉得30岁的人了，没有工作不说，而且还那么爱玩，现在搞得好了，我的弟弟天天也想玩，成绩呢也不怎么样了，我感觉。哎，这弟成绩不怎么样，就别赖男朋友啊，咱有啥说啥。他弟确实成绩提高了，我跟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上次他一个节假日嘛，他爸妈有事出去了，让我带他弟带2天，然后就去我们家玩了一会儿电脑游戏，然后到饭点了吃了一点烧烤，晚上的时候又约了几个朋友去打了会儿篮球，这很正常。然后我就跟他弟说了，我说放松也放松完了，咱正事也不能落下，下次考试你只要进步，我们接着玩，这属于男人之间的君子约定嘛，是不是？但毫无意外的是，他弟后来成绩也提高了一点呀。是不是因为他提高的？您是人民教师，您说？那是因为我家人的教养方式。但是我认为是因为我，因为我让他弟开心有动力了。哎呀，一句话就能让一个初中的小孩成绩提高，那你去当人民教师多好呀！咱们不去再说细节了啊，我觉得，眼下也很明显有一个方向的问题，女生是要决定出国深造了，是吧？对，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在国外工作，男生同意女生出国深造？我当然不同意了。那他非要去怎么办？非要去，我们的关系也差不多，也没办法了。那你接受这个结局吗？不能接受。行，那人家女生其实表明的就是想告诉你，咱俩虽然订婚了，但我不满意，我先出国深造，咱俩关系暂缓，是这意思吧？其实也不是。您的出国深造是不是一种逃避？得了呗，来，我们问问这对儿马上就要分手的情侣，你们给这小年轻什么建议？我觉着女孩子很务实，但是男孩子这个性格我也接受不了，他没有责任又没有担当，又不心疼父母，我不喜欢这个男孩子。我觉得咱们对年轻人的态度应该是开放一点啊。我感觉这位女生可能有点挑剔了，应该再给她一次机会啊。那你们俩这个感情，你还需要女方再给你一个机会吗？是我应该再给她一次机会。行吧，那到底给不给机会？谁给谁机会？谁要不要这机会？啊，咱听听这个老师们的建议。别给机会了吧，这有啥好给的呢？小伟，我是这样跟你说，就是你俩这婚现在结不成，我直接告诉你。因为这个女生，她现在可能是因为舍不得，可能是因为习惯。她为什么想出去？她就想到一个没有你的地方，她去适应一个没有你的环境，她要重新开始她的生活。她已经为她过去这么多年的青春的损耗，她已经开始后悔了。这是她没有说出来的话，潜台词而已。你在这个舞台上的表述，会让我觉得你是一个没有素质、没有格局的人。那么你的女朋友天天跟你在一起，她这种感受已经无限次了。我告诉你，她只是没有说出来，她已经能够照顾你的面子，照顾到今天，我想她仁至义尽了。你们俩今天是谁要来？是我要来的。她今天就是来这里体面的跟你说分手的。她最后一点点希望，我告诉你是什么啊？这女孩没说出来的。她最后一点的希望是你能够开出非常有利的条件，让她留下来。对她来说，你们所有的感情，他心态已经平衡过了，他一定是再三平衡过之后，他才会选择我要走出去的。他也很明确的告诉你说，我和我的父母现在对你是不满意的。那么你如何做到让他满意？这个东西不一定跟钱有关，但是一定跟你的诚意有很大的关系。对，你要去想一想你要怎么做。现在1、2、3、4你自己想。那么女生，你很踏实，你也努力，但是你确实不自信。一个女生，只要你内心足够强大，你足够自信，你足够有能力，你不用换环境，你依然活得非常灿烂。你躲他，你只是不愿意去面对你自己过去这6年，你觉得你的情感投资失败，你发现你改变不了他，你可能从一开始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你想改变他，你想影响他，发现真的改变不了，真的影响不了。
但是没有问题，因为那都是我们人生的一段经历，他也可以当过客的，不是不可以的，你也值得更好的人疼爱你。你们两位都给了我一种游戏人间的感觉，男生呢是行为上的游戏，刚刚您都说了哈，然后您呢，我觉得是心态上的游戏，打引号的这个游戏，就什么感觉呢？无所谓，看缘分，看情况。我现在感觉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对对对，您说态度我也是感觉到是这个样子，对对对，很无奈，你知道吗？很无奈，挺无奈的。其实我也很无奈，我也不知道该劝你俩就在一起还是分。你说在一起吧有问题，你分吧这件事儿确实不至于。其实有人说过，就是我们两个都性格太强势了，就是太个人主义，就是丝毫不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你啥都知道。对，就像是可能别人说的可能会不太喜欢你，比如没有担当啊，但可能你一部分行为，比如幼稚什么的，在他眼里变成可爱了。所以这个，当两个人有爱的时候，我真的很难去评判啊。然后第二个女生您，我觉得您也别一直嘲笑，我看你好几次笑他，就用家里钱投资什么的。试问一下您当初跟他选择在一起的时候，难道一点儿也没有看重他家庭条件吗？我觉得看重家庭条件是一件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一个正常的人都会看重的。既然如果您当初有看重这一点的话，就别嘲笑人家。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在上学，那个时候是纯真的，他也不知道我以后会变成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他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可是订完婚之后，那考虑的事情可能就更加的周全了，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对婚姻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我有点恐婚。这也是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吧？是这样的，如果到时候女孩决定要出国了，你留不下来她的话，我真的觉得你可以飞过去。如果你想挽留她的话啊，因为这个国一旦出了，这8成以你俩这个游戏人间的这个心态啊，就散了。你的男朋友其实没有变，从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一副比较随性比较这个轻松，可能乐乐呵呵玩玩闹闹，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变。他管这叫纨绔子弟。哎，不管什么，你从认识他那一天他就这样，你当初喜欢他就是纯粹简单，没压力，在一起，对吧？很愉快。去年订了婚之后，你变了，不是他变了。订完婚之后开始考虑婚姻需要更多的责任、担当、承诺，但我也不是要批评你啊，因为我们毕竟没有结婚嘛。如果你认知真的发生了变化，你也别拖着他了，他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他不会为你改变。我不建议你为任何人做出改变，除非你自己有一天觉得我这个男人我应该去走什么样的路，对吧？你现在为他做出改变，去上一份朝9晚5的工作，过2年之后你开始抱怨，就是你当年拦着我做生意，你看我那哥们儿的服装生意都赚了大钱了，看别人房子越换越好，你俩这日子还怎么过？我没钱换房子。所以啊，我跟你说，他不会为你而改变的，变了你们也过不好。所以你去认知一下你到底想要什么。男生，我觉得你还是应该相对多一些正形吧。我对你给主播刷礼物，然后你粉饰说我是在跟人家聊生意这件事，我对你特别的不满意。至少你70%以上是瞎聊天儿，是不是？是的，是的。那你干嘛那么虚伪的？我觉得年轻人喜欢看主播刷个礼物，我没有太大的意见啊。但是女朋友有意见，你就做的不对。所以你现在的状态也不适合进入婚姻，你根本不愿意为对方，就你的配偶，不管是他还是你未来的谁啊，你现在就不愿意为对方去做出调整。那2个人在一起不是一个人。如果2个人都不调整，各按各的喜好，各按各的生活方式去走这个路的话，就走不到一块儿。2个人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人。所以我建议啊，你们真的是，如果女孩能出国，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用出国，用异地，去让你们的这个剩余的感情再做一个稍微长的延展啊，也许就延展着没了。也许呢，在这个分离的过程当中，彼此调整了认知，或者直面了内心，发现彼此还有需求，说不定还又能走到一块儿。所以他出国，你一定要全力支持，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我是劝和的，然后我再问姑娘一个问题，你们2位现在是经济一个混同状态呢，还是各花各的呀？各花各的。各花各的，你看，这更加印证了我的观点。首先，2位这个都是能做到经济独立，你别管男孩子这个经济独立是靠自己赚的，还是家里边的支撑，对吧？反正没有互相花对方的钱。如果到了那一步，反而矛盾会更深。第2点啊，就是姑娘，其实啊，如果你想出国的话，那很简单，你早走了。也就是你想给自己一个机会，
所以说，这是我能看到从您这边还是想维系这样一个关系的一个最基础的前提。然后我们再说男孩子这边，婚姻也好，爱情也好，感情也好，是你们2个人共同经营。你不能说你认为鸡毛蒜皮，你最好你能够达成一致，让你的未婚妻也认为这是一个鸡毛蒜皮，这个事情不就迎刃而解了吗？其实我是有一点大男子主义的，这我承认。对呀，所以说人家不认为这是鸡毛蒜皮，人家认为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问题，是需要什么？需要咱们男人，需要你来做工作，或者做一些退让。女生，你的未婚妻已经做出决定了，现在还愿意给你一个机会，来到了咱们的爱宝的现场，那你做一个选择，能不能做一个退步，做一个让步？所以说我个人观点，一会儿你们在门里边慎重的考虑。任何人都不要勉强自己，尤其不要委屈自己，走进自己并不看好的婚姻。另外，我认为这个女生她并不是恐惧结婚，而是恐惧和这个男人结婚。一个男人的责任担当和上进心，对一个女人来说，那是风雨中的伞，那是黑暗里的灯。他确实和以前的想法不一样了，以前只是谈恋爱，甜蜜浪漫就可以。等到订婚以后，他确实要审视这个男人有没有责任担当，有没有上进心。他给了你2个词：纨绔子弟，吃喝玩乐。我想他是有一定依据的。一个男人，我们不能以父母实力为底气，而应该以自己的努力为志气。你缺乏的是这样的志气。他如果说看到你这么多的亮点的时候，他还会选择逃离到国外去留学吗？他迫不及待肯定和你走进婚姻啊，因为他看到这个男人有希望啊。他是真的看不到希望。另外，我也劝你一句，有些理由借口我们需要去表述，但不是任何事情在这个场合你去看我回放，你是任何事情都有理由，都有借口。人会活在借口和理由当中的。所以我只想和女生说一句话，人要改变一个人非常难，除非他自己愿意做出改变。老师们的建议啊，都给到你们了。至于你们做出怎样的选择，待会儿开门之后我们再见，好吧？那我们请2组嘉宾都回到我们的门后，看看你们的最终选择。来，请回。如果您有情感方面的法律问题啊，也可以在私信和我们进行联系。那我们将会请律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做出解答。那想要收看我们节目完整视频呢，欢迎您登录优酷视频和腾讯视频。那第一组老师们先做一个预判吗？会出来吗？没有必要吧。我认为这个男先生不会出来了。我同意。不出来，因为他本身就是来分手。小吕有异议。我觉得会出来。对。会出来吗？太像我。你觉得是谁拉谁出来啊？对对对。我被现实所影响了。哦，文老师也觉得不会出来。都没有必要吧？嗯。我怎么和小吕老师有一样的感觉？就很莫名其妙的一个直觉。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当然我们希望他们别出来了啊，各自找适合自己的最好了。来，请开门。在不在？没有，没有。好事。好事，没有没有。虽然我猜错了，打脸了，但是我觉得他们不出来是好事啊。祝福他们，没出来一样啊。来，那我们第2组呢？我认为女生也不会出来。第2组，我觉得会出来。女生对这个男生已经失望了。我倒是觉得女生会。我也觉得会出来。我也觉得会出来。我认为不会出来。您觉得不会出来？他已经对这个男生失望了呀。那其实像李律师说的，他要走就真走了，对，他就早就走了，没必还是想去再做一个，对吧？激励什么？对，我也觉得。好，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不会也走了吧？不会吧？走了。啊，没有。你笑眯眯的出来了，女生就爱笑，从头笑到尾。那说说你们出来是为啥呀？决定以后这路怎么走？男生有承诺吗？来说说。
其实我们之间的问题好多都来自于误解。咱别说那么大，说点务实的，不再去解释，往回。就是我以后会把我做的每一件事跟他汇报清楚，让他垂帘听政，知道我每天在干什么。女生说说，你这出来是为何呀？这国还出不出了？看情况吧，他要是还是那样玩着，我就走。就多读书，多看报，少玩一点，常汇报，是这意思吗？对，这你就满意了。不过男生，您真的要做出改变。我不能说阅人无数，当了30年记者，看过无数人，真的，我从您身上看不到那个上进心，真的。但是2个人的结合真的是要彼此包容，是要彼此站在对方。哎呀，行，不说了，我们说都没用。行了，抱。你们自己的选择啊，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但是有一点点嘱咐，还是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未来我们婚姻家庭生活的路程，还是都需要进行调整的，好吧？那希望早日听到你们的喜讯喽。好的，好吧，再见啦。好，再见，拜拜。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微博网友小太阳提问：和女友交往1年多，女友经常以过节过生日等理由找他索要红包，他多次转给女友520、1314元红包。如今2人分手，他想问之前赚的这些红包还能要回来吗？好，我们说520、1314，我爱你，一生一世。你看，这是男女情侣双方在恋爱期间有明确情感意向的赠与。那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赠与一旦赠出去，一旦人家收到了以后，就已经成立。对不起，再往回要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你也别着急，也别灰心，因为你提到了一个细节，女朋友往往会以主动找您要的方式。那么如果这种方式，女朋友会有一些理由，比如说我明天过生日，刚好房租又到期了，手头有点紧，可不可以给我转一个1314？如果有这样的记录，那意味着女朋友以这样的一个理由对您进行了一个民间借贷，这是借款，像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要回来的。当然最后还是提醒大家恋爱期间嘛，双方卿卿我我，甜甜蜜蜜，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有大额的财产往来，避免将来分手的时候搞得互相都不体面。好了，感谢您今天收看我们的爱情保卫战，也感谢我们的老师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